今天呢，给大家说一个奇葩相亲记。说奇葩呢，其实我也不觉得它很奇葩，但是人家相亲姑娘就觉得是天下少有的奇葩事儿。这是一位女粉丝给我吐槽的。哎呀，故事有那么一点意思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姑娘呢今年是28岁，本科做行政助理的。家里呢，因为她年龄越来越大了嘛，就急得不行了。奈何人家姑娘啊，总是觉得相亲是件特别丢人的事儿。好在呢，父母啊是威逼利诱啊，去劝她呢是见了一个男士。就在昨天晚上嘛，她又答应去见这个相亲男士了。那和她相亲的这个男士呢，今年是30岁，自己开了几家店铺啊，买卖呢确实也不错，有车也有房。就在约会当晚呢，这个男士啊先是开车去接这个女士，给她又是开门又是给她带热水，冬天嘛，对她态度也不错，很热情。这个女士呢也看到男士的身高啊在180左右，哎呀，衣品打扮都很洋气，而且呢很有礼貌，她心里呢也有点开心。然后两人就一起啊去吃这个西餐。进西餐厅的时候呢，男士也是特别绅士啊，就给女士啊开门呐，安排座椅等等。这个故事的开始啊，它总是很美好的。咱们往下听啊。这个男士呢就让这个女士啊点点吃的，女士就点了一份牛排，意大利面，还有一杯这个鲜榨果汁儿。男士跟服务员呢是要了双份，因为自己也要吃一份嘛。饭菜上齐之后呢，两人就边吃边聊天。男士就开始啊给女士规划这个未来的发展，在哪里定居啊、买房之类的。女士听了之后啊，总体还觉得是比较满意的。她呢就跟男士聊天啊，说自己的这个喜好。两人就从晚上6点呢一直聊到了8点多。那话题啊也是越聊越多呀，甚至啊都聊到了结婚的一些事情，比如去哪里度蜜月呀，在哪结婚啊等等。总之啊就是越聊越开心啊，相见恨晚。那按照这个程度发展的话，那两人下一步啊那就是迈入恋爱新生活了呀。谁知他事情的发展啊，他总是有曲折的。饭后呢，男士啊就主动去结了账，说送女士回家。故事啊还没有完，前面那些啊都是铺垫，后面才是重点。这男士呢开车去送女士啊，这个路上就走了一半，这个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啊，可能吃这个牛排和果汁啊有点冲着了。大家自己想一想，旁边坐着自己喜欢的相亲女士，开车在大马路上，前面后面都没个卫生间啊，还停在了这个红绿灯那儿，那肚子咕噜咕噜的，她也不舒服呀。这女士就跟我说啊，她当时就听到了男士肚子的声音，当时就觉得特别尴尬，想着赶紧回家。这越担心啊，他事儿啊他就越发生了。那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男士啊实在是没忍住，一下子呢就出了个气啊。这个车嘛，密闭空间，男士就很尴尬的赶紧打开窗户。女士听到之后啊，就跟我说啊，她立马就觉得特别恶心，竟然当着她的面出这种声音。她呢就要求啊，这个男士马上到路边啊停下。男士停车之后啊，就下车赶紧跟这个姑娘道歉，说自己啊肠胃不好，不是故意的。可女士啊却不这么想，她觉得男士啊就是故意的，明明可以憋住，他非要出声音。就这样呢，女士呢就跟男士回了一句啊，咱们俩不合适，招手啊打出租车就离开了。我跟女士呢也沟通，我说这个事情啊可以理解，那为什么不愿意再认识看看了？女士就回复我说啊，她觉得第一印象太重要了，如果连个屁都憋不住，那么随便，那男士的生活一定很邋遢，习惯不好，格局啊也不会很大，甚至上升到了人品了，这个人品啊也不会很端正。总之啊，汇总之后就是三观不合，怎么会遇到这么奇葩的男人？最后呢，我也是好言相劝这个女士啊，希望她能够慎重考虑一下，毕竟相亲能遇到自己喜欢的呀，这确实也不容易。但人家女士就回复了，坚决不可能，自己也有洁癖啊，这样的人是接受不了的。后面就是跟我一顿吐槽她有多委屈啊，身上都有一股这个怪味嘛。好好的缘分呢，因为一个屁给她蒙了。大家评论区里说说这事儿到底是怨谁呀？今天呢跟大家聊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中国目前有1亿的单身女性正在被资本捧杀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你们知道在相亲市场上最可怕的是什么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性格，也不是一个人的物质条件和能力，而是一个普通的人啊，却被现在的资本呢是竭尽所能的捧杀。捧杀是什么？就是过分的赞扬和吹捧，使人产生了骄傲自满，让他觉得自己的颜值啊是天底下最美的，自己的身材呢是全天下最辣的，
性格呢是无可附加的好，让他逐渐的失去了对自己的判断力。久而久之呢，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周围的臭屌丝们啊，全都配不上他，让他幻想着另一半是开着法拉利的富二代，或者是风度翩翩的贵族少爷。然而现实呢，总是用一泡鲜尿呢把他给泼醒，让他忽然之间认清现实，把他击沉到谷底，让他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全部崩塌。现在的网络有多发达呀？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可以做情感主播，甚至那些婚姻失败的都可以出来做情感指导。他们宣扬着所谓的正能量，二婚也能嫁给又帅又多金的男人，婚姻过得不幸福啊，就要勇敢提出离婚。结婚呢，就应该找有钱的、有车有房有地的，就算到了更年期呢，也不怕。婚姻啊，绝对不可以将就。可怕的是啊，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女人都着了他们的道，听信了他们。没结婚的呢，害怕婚姻；结了婚的想着离婚；找对象的呢，更是提出高要求，一个个是宁可单身呢，也不将就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无利不起早。你们以为那些账号真的是那么关心女性吗？那些内容啊，真的都是为了迎合女性而写的，甚至有很多的男性账号会专门找女性写手来写迎合女性读者的文案。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啊，都是资本运作下的精神毒药，让女性精神上有依赖、喜欢并且认可，为的就是能够从女性身上赚到广告费。广告商在投广告的时候都会选择看一个账号的粉丝画像，如果女粉高达 75%， 那这个账号的消费能力能有多高，我就不说了。我只想说啊，这些为了迎合女性的鸡汤呀，已经严重误导了社会上大多数的单身女性。那这类博主说的话，跟广场上的那些算命老大爷都是一个套路的，说着一些似是非是的话，让你听完以后觉得特别上头，觉得终于是有人呢说出了你的心声。而很多的单身女性啊，就是被这些毒鸡汤毒的真的和着了魔一样，听了之后啊，就对婚姻有着过高的期望。他们找对象啊，男士的标配啊，都得是有车有房，车呢还得是几十万的，房子还得是市中心的学区房，有能力年入起码是几十万的，每个月还要给他点零花钱。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啊，认为找个有钱的男人就比自己奋斗来得更轻松一些，哪怕谈恋爱也要求男人是给钱给红包，却不看看自己的男朋友饭都吃不起了，给你的红包都是花呗套现的吧。我从来不是针对女人，我一直都很客观的告诉他们相亲现状。你们的择偶标准真的是万里挑一。如果一个城市里有20万单身，身高在180以上的有6万，本科学历以上的还有2万，年收入20万以上的还有3000，全款房的还有1000，父母在城市居住有退休的不到100人。一个城市里几十万人，你要遇到这100人的概率有多大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找不到对象的原因。那些资本运作下的毒鸡汤呀，捧杀着女性，最终导致着现在的相亲市场，女人是宁可单身也不愿意结婚，男人是再怎么努力都迎合不了这些女人的心。现在找对象大龄剩女根本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大龄少女。年前的一位姑娘找我介绍对象呢，我印象特别深。过了年，她今年有32岁了。年前呢，她特别焦虑告诉我是害怕自己嫁不出去了，总是莫名的哭呢，很难过。希望自己能够抓紧找到对象结婚。如果能遇到自己喜欢的，马上结婚她都能接受。她是90年的身高大约在160左右，颜值呢是中等偏上，本科学历，在这个事业单位工作。她说呢，要找个本地的有车有房，工作也不错的男生。年前呢，我就给她介绍了一位90年的，身高在175，本科学历，同样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男生，年薪大约在8万左右。俩人是见面认识几天之后这个女士就觉得男士不太合适，主要原因在这个男士的身高矮一点，年收入呢也不高，因为自己的年收入呢就有6万左右，男方呢才比他多了一点，以后呢家庭的这个生活质量那肯定不高，他呢就拒绝了。结果拒绝之后这个男士呢是又认识了一位94年的姑娘，本科学历，中学老师，整体来说是比那位90年的姑娘好太多了，又年轻，性格还好。两人呢聊得也不错，感情呢是发展比较稳定，也约定就是过了年呢，双方父母是准备见个面。就这样呢，过了年，这位90年的姑娘是又着急了，来找我跟我说呢，自己不会再挑了，只要人好合得来就行。
我呢就给他牵下了一位86年的男士，身高呢是172左右，本科学历，国企的管理，年收入在15万左右。我认为这个年收入是比之前那位男士要高的，怎么说这个姑娘也应该满意了。结果这姑娘呢听了之后就觉得个子有点矮，而且还不是事业单位，性格呢比较呆板，还不浪漫，所以拒绝了男士。我呢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是85年的离异未育，在银行上班，年收入是10万左右，身高在180。虽然呢男士是离异的，但是整体条件确实是不错的。他听了之后就说自己呢不能够接受离异的，还问我姐你怎么给我介绍的越来越差呀？我认为呢还是第一个男士条件还可以的。我就跟他说第一位男士人家已经找到对象了，我不是给你介绍的越来越差，而是过了年呢你又大了1岁，和你同龄的呢都想找比你小4、5岁的姑娘，比你大的呢基本都是34、35了。这个年龄段很多数呢都是离异的，你呢又不想找大龄未婚男士条件一般的你又看不上，条件好的你想认识，别人又觉得你年龄大。你现在这个局面总说自己焦虑，不都是自己挑来挑去导致的吗？最后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还委屈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。大龄本来就是应该是见过世面的，而且都是通情达理的，怎么还这么的自我认知不清楚？明明自己是3无产品，无房无车无存款，总是要求对方是有房有车有存款，幻想通过婚姻来当做跳板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。最后是黄粱一梦两手空，却抱怨别人的条件不如你，凭什么嫁得比你好？现在想起很多这样的大龄少女，虽然年龄大龄，但是依然有一颗少女的心，认为自己永远不老，永远能找到最好的那个。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，及时止损吧。